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？娘在这里丢了东西，小宝帮我找一下。就在那里面。小宝爬进去看看。娘，这里太黑了，还是明天来看看吧。别废话，叫你去你就去，连娘的话也不听了吗？迫于他的淫威，小宝抽抽噎噎地从竹篓里爬了出来，往坑那边走。女人看着小宝小鸡崽似的，一两肉也没有的身体，毫不心软，一脚踢出去，就要把人往坑里踢。砰的一声，一个巨大的石块砸中了她的后脑勺。女人眼前一黑，还没有反应过来，顿时一头栽在了地上。快跑，狼来了！大哥，你把娘打死了。他该死，死了好，他不配做我们的娘，让狼吃了他，他死了就不会有人打我们了。带着仇恨的小声音愤怒地远去。躺在荒地上逐渐没有声息的女人却突然睁开眼。爹爹，我把娘打死了，你不要怪我，他想把小宝丢山里喂狼，他不死，以后死的就是我们。爹爹，我们不想死，我们只是先下手为强，求求你快醒来吧。许娇娇披着军大衣走进去，只见屋内原本哭成一片的3个小家伙见到她顿时安静如鸡。小姐，你没事吧？你来的正好，家里的米缸没剩下多少米了，再不去买点米回来，我们全家都要饿死。你有什么好办法吗？不是说好了把小宝……但是小宝毕竟是我的亲生骨肉，丢了他我还是舍不得的。话说你的卖身契放哪里了？你还记得吗？小姐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没别的意思，我只是突然发现家里有张嘴吃的比小宝还多。小姐，我跟了您这么多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。我看你这身衣服还不错，去当铺应该能当个几文钱，够换几斤米了。是，小姐，我明天就去当铺询问询问。许娇娇满意的点了点头，也不管陶红铁青的脸色，把人赶了出去，然后自己起身去了厨房。爹爹，你快醒过来吧，再不醒过来，你就要看不到我们了。头上缠着纱布的许娇娇端着3碗破破烂烂的小碗走了进来。快吃。说完，许娇娇就走了。他肯定在里面下毒了，他肯定不安好些。那个红薯应该没事吧？我去检查检查。不一会儿，大宝就回来了，好像没被放什么东西。最后3个人小心翼翼地分食了一块红薯，确定都没什么中毒的反应，又狼吞虎咽地吃掉了剩下2块。我告诉你们娘去，小小年纪不学好，竟然背着大人偷吃的，看你们娘不收拾你！许娇娇一开门，就看到陶红叉着腰，一手拎着大宝的耳垂，而大宝冷着一张小脸，红着眼眶。姨娘，我没有，都是娘亲昨晚上送过来的。我们没有偷吃的，我们没有。陶红，放手！小姐，昨晚上他们偷偷煮粥，被我抓到了。那3口碗就在屋内摆着。许娇娇没说话，进屋端出来3口碗，里面的粥没有被人动过，把3口碗摆在了3小只的面前。吃浪费粮食可不是什么好习惯。小姐，这个粥我昨晚上煮的宵夜，怎么了？小姐，我们米不多了，你怎么可以煮宵夜？我家的事，轮得到你一个丫鬟插嘴？给仲夜的药煎好了吗？还没有，我现在就去。等陶红去厨房里煎药，许娇娇看着贴着墙根站着的3小只，把粥喝了。就见小家伙的脸色更白了，然后视死如归一般，举起碗一口喝了。哥，大宝，哭什么？你们也给我喝了，不许浪费粮食，知道不？许娇娇再三嘱咐3小只把冷粥吃掉，然后转身出了院子。快吐出来！大宝，你别死啊！好像没事。2宝和3宝疑惑地看着他，粥里好像没下毒。
没毒，他们昨天晚上差点砸死他，他竟然没报复他们。那个女人被他们砸傻了。如果他能一直这么傻就好了。许娇娇一个人上了山，一边走，她一边想着。经过了一晚上，她基本已经接受了现实，等着秦仲业醒过来，她就找机会跟他和离，然后离开，随便找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养老。像秦仲业这样的大佬，他是不敢跟他来硬的。这家伙心狠手辣，在书里面，就算是云舒月这样的女主，都被他强取豪夺了，更何况他这样的小炮灰。想着想着，来到了昨天晚上那个大坑边上，坑里一只2米长的野狼焦躁地盘旋在里面。吃了我一只3年的老母鸡，还我一条命也是应该的吧。说完就把石块狠狠地砸了下去。小姐，快过来帮忙！主仆2人把2米长的野狼扛到了院子里。天哪，是狼！娘亲猎了一只狼回来。狼肉好吃吗？院子里，许娇娇从空间里取出了一把尖刀，给野狼开膛破肚。见不远处的3小只探头探脑，去拿2口碗来。大宝皱着眉头没动，小宝得令，脚底抹油，兴冲冲地去了厨房，取了2口碗，拦都拦不住。娘亲，碗给你。真乖，放着吧。许娇娇冲着他笑了笑，笑得小宝一愣，晕乎乎的回到了大宝和2宝的旁边。醒醒，这婆娘昨天晚上还想把你送出去喂狼，你现在美滋滋个什么劲儿？等许娇娇处理好狼肉，门口已经围着一群乡民。娇娇，你这狼肉卖不卖？这狼肉我一家也吃不掉，自然是要卖的。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，我也不多收大家的，20文1斤。哎，好，娇娇，给我来1斤狼肉。我也要，我也要。娇娇，这狼骨你也卖吗？卖，狼骨的话5文钱1斤。等许娇娇把狼肉卖的差不多了，陶红过来。小姐，你把狼肉都卖了，我们一家吃什么呀？还卖的这么便宜。我如果不卖，到时候他们抢肉，你能把他们打跑吗？许娇娇把铜钱收进了空间，站了起来。我们家也就2个女人，难不成你还指望那3个替你挡人？小姐，您说的是我蠢笨了。你去把狼内脏洗一下。这玩意儿也能吃吗？可以啊。他抱着2碗狼血，带着1块狼肉进了厨房。狼血和红辣椒一起炒，去腥，然后加大白菜，加水煮了1锅狼血大白菜汤。狼肉用料酒、葱姜蒜腌制，切丝，然后用陈皮、香叶、花椒一起炒熟。狼骨加盐、料酒、香料熬汤。小宝偷偷摸摸地来到厨房，见到许娇娇还在烙饼，跟许娇娇一对视，他吓得僵了僵。许娇娇倒是无所谓，盛了1小碗白菜汤，又递给他1块玉米面饼。先吃点垫垫肚子，等煮好了大家一起吃。小宝看着许娇娇，捧着小碗和玉米饼回到了东厢房。大宝、2宝，娘亲给了我这个。哇，好香，让我尝一尝。我好辣呀。小宝，她才不是我们的娘亲。可是她如果变好了呢？不会的，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她现在只不过是运气好罢了。等没吃的了，她肯定又想把我们丢了。一家人吃了一顿丰盛的早餐。许娇娇进厨房盛了一点草药，端着草药进了东厢房。你早点醒过来啊，我可不想伺候你6个月。赶紧带着你的那群小崽子去找你的真命天女吧，可别让人家等急了。请问赵郎中在家吗？我想请赵郎中为我夫君治病，这个是诊金，请笑纳。年轻妇人小心翼翼地抬眼看了眼许娇娇，接过碗来。请稍等，妾身去问一下宫爹。年轻妇人走进大堂后，没一会儿，一个身材瘦弱矮小的老者走了出来。老朽谢过夫人送的肉和汤。许娇娇有些惊讶地看着他这瘦弱的样子，这世道再乱，也会有医者的一口饭吃啊。似乎是明白了许娇娇的意思。自从我那2个苦命的儿子上山采药被狼群所害后，
家里就剩下我跟儿媳2个老弱了，如今也没有人能上山采药，家里穷的能有口饭吃就不错了。今日若不是夫人的肉汤，我和儿媳已经忘了荤腥的味道了。夫人，请前面带路吧。许娇娇点了点头，将赵郎中带回了家中，引到了秦仲业的床前。赵郎中，这便是我夫君了，请您看看他何时才能醒来。赵郎中搭住秦仲业的脉，沉思了半晌。夫人，你夫君的脉象很乱，恐怕是中了毒啊。中毒？可有解药？解毒的药草我家没有，得去镇上买。不过现在的草药可不便宜，夫人，你可得做好心理准备呀。许娇娇松了一口气，拿出来了20文钱。有劳赵郎中了，请您把药方写下来吧，我会另外付钱给您的。不必了，夫人，那1碗肉和汤已经足够了。赵郎中，这是您应该得的。见此，赵郎中也不再推脱了，挥毫在纸上写下了药方，递给了许娇娇。娘亲在给爹爹看病，爹爹会醒过来吗？肯定会的。等爹爹醒过来，我们就有好日子过了。我劝你们还是别高兴得太早，咱们家可没钱给爹爹治病，说不准他又在憋什么坏心眼呢。闻言，二宝和小宝脸上的笑容僵住，而洗完碗后目睹着一切的陶红脸色更加难看。可恶，为什么要把钱花在一个醒不过来的废物身上？不行，不能坐以待毙了。陶红小娘子，想我了吗？哎呀，讨厌，人家无时无刻都在想着公子。怎么样，那个傻女人有没有把兔崽子扔掉？公子，我来就是要跟你说这件事的。不知道怎么的，傻女人并没有扔小兔崽子，而且自她从山里回来后，整个人就变了，不仅逼着我卖掉了你给我买的那件衣裳，还天天好吃好喝的照顾那3个兔崽子。今天她还花银子给那个醒不来的废物看病呢。说罢，陶红紧张地抓着杜江的衣襟。公子，我的卖身契还在许娇娇手里呢，要是秦崇业那个废物醒了，以他的性子，我肯定一辈子都逃不了许娇娇的手掌心了。公子，你一定要帮我呀，我怕到时候我就没办法伺候公子了。这件事情我会去问问许娇娇，谁都没办法阻挡本少爷娶你。谢谢公子。不一会儿，两人便在这后院里厮混了起来。与情郎会完后，陶红带着满面绯红回去了。你们娘亲呢？大宝转了个身子，没有搭理陶红。二宝哼了一声，继续玩石子。娘亲出去了。小宝，她不是我们娘亲，不要乱讲。天天就知道玩，赶紧给我滚！看着你们就来气。3个孩子吓了一跳，小宝更是被吓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。大宝咬牙切齿地看着陶红，瞪什么瞪？玩？你们不是爱玩吗？玩！大宝的拳头猛地攥紧，二宝气得要冲上去打陶红，被大宝拦住了。2个孩子屈辱地交换了一下眼神，随后大宝带着二宝和3宝回到了自己的房间。哥，娘亲走了吗？不要我们了吗？那个坏女人跟他是一丘之貉，都没有什么好心思。可是我觉得娘亲好像变了，她都给我们做饭吃了，还给爹看病呢。哼，谁知道她又在憋什么坏主意了？你忘了她之前想把你扔了的事情了？说到这里，小宝缩了缩脑袋，往二宝的怀里靠了靠。陶红，快来把药煎了。小姐，你出门买药了？啊，我碰巧在山上见到了一根人参，运气好。陶红明显不相信许娇娇的话。陶红，我昨天让你去当的衣服，你当好了吗？小姐，当好了。许娇娇掂量了一下，零零散散的一块碎银和不少的铜板。行了，去煎药吧。等陶红离开后，许娇娇看了一眼蹲在房间角落里的3个孩子，心中一阵的叹息。
这3个孩子也是可怜。想到这里，许娇娇从陶红给的那些银子里拿出了几个铜板，递给了小宝：“你们3个拿着去买点零嘴吃吧。”随后，许娇娇又给他们留下了一份密件，直接转身回了自己的房间。大哥，他是不是变好了？不可能，你忘记昨天他多煮了饭，就把小宝带上山，想丢了他这件事了。哼，他一定是想过几天诬陷我们偷铜板，然后把我们赶出去。你们都把铜板给我收起来。忙活了一个早上，许娇娇终于能坐下来歇口气了。娘亲，有人找你。有人找我？许娇娇有些疑惑，但还是把咖啡放回了空间，起身去外面开门。打开门后，娇娇，你可想死我了。嗨，你谁啊？娇娇，我是杜江啊。是不是我这几天没找你，你跟我闹脾气了？娇娇，我错了，我专门过来给你道歉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这杜江？许娇娇忽然有种3观炸裂的感觉，感情这杜江不仅是陶红的姘头，还是许娇娇的姘头。娇娇，我说的话句句发自肺腑，你相信我好不好？娇娇，我……哎，有事说事儿，别动手动脚的。娇娇，我听说你请村里的赵郎中给秦仲业看病了。消息还挺灵通的，看来这陶红今天没少在他面前通风报信啊。许娇娇心中冷笑，但面上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。是啊，怎么了？秦仲业是我的丈夫，我给他看病拿药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啊。娇娇，你不是答应过我，等秦仲业死了你就改嫁给我吗？你现在给他看病，他什么时候才能死呀？这……许娇娇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该怎么说了。娇娇，你该不会是反悔的吧？别说秦仲业现在昏迷不醒还能活多久，就算他醒了，以后也是个不能自理的病秧子，难道你要伺候他一辈子吗？娇娇，我就不同了，我爹是村长，我家有银子和良田，你嫁给我，虽然不说荣华富贵，但也绝对能保证你衣食无忧，胜过十里八村的女人呀。娇娇，我才是你的良配啊。对，我反悔了，你以后别来找我了。娇娇，你可一定要想清楚啊，你要是一直跟着秦仲业，你照顾他一个人就罢了，还要照顾那3个拖油瓶，你何苦呢？再说了，我哪一点比不上这个昏迷不醒的废物啊？废物？你眼睛怕是瞎了吧？他可是堂堂的首辅大人啊，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都毫不夸张的。大哥，你想死自己去死行不行？偏拉上我呀？对啊，他容貌比你俊美。他狠狠地瞪了许娇娇一眼，气愤地一甩衣袖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爹，你快醒过来吧，那个恶毒的女人开始背着你偷汉子了，不知廉耻，败坏咱们秦家的名声，太可恶了。爹，你再不醒的话，她怕是要跟别的男人生弟弟妹妹了。她之前就想把小宝扔了，等她生了别的弟弟妹妹后，一定会把我们3个都扔了的。爹，那个恶毒的女人是想咱们秦家断子绝孙啊！爹，你快醒来救救我们吧！门外的许娇娇满头问号 ，What？ 这小混蛋在唧唧歪歪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怎么还造谣呢？少年，你知不知道，不信谣不传谣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呀？听到许娇娇的声音，大宝立刻住了嘴，不再言语。走到床前，许娇娇看着静静躺在床上的秦仲业，眉毛斜飞入鬓，一双薄唇不知道要迷倒多少待字闺中的少女。大宝，你过来。大宝的个子才到许娇娇的腰部，所以他看着许娇娇的时候要一直仰着头，纤细微凉的手指触碰在胀痛的额头上，还带着冰凉的药膏。大宝的身体瞬间僵硬住了，跟块木头似的。随后许娇娇涂抹完药膏后，你爹生病了，不要在他床边说有的没的。
你这个不守妇道的女人，等爹爹醒了，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爹爹有很多种手段折磨你，你不要太猖狂，你一定会被进猪笼的。刚才已经把他给赶走了，他以后不会再来了。好了，你去看这2个弟弟吧，别让他们闯祸。小姐，解药太呛了。怎么？你的意思是想让我来先？要是这点事情都需要我来，我们家也不需要奴仆了。小姐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一定会好好做的。中午的饭你先别吃了，别耽误了煎药。要是煎不好，那晚饭也别吃了。是，小姐。许娇娇把自己和小宝的碗端了出去，对坐在桌前等待吃饭的大宝和二宝说道：“你们2个去端自己的碗，小心烫手。”谢谢娘亲。这顿饭的主食是许娇娇从镇上买的烤饼，这烤饼烤得外酥里嫩，小宝一个人就吃了2个，他还要再拿第3个的时候，君子食而有惰，不能再吃了。娘亲，我知道了。大宝狐疑地看着许娇娇。吃过饭后，3个孩子又跑出去玩了。哎呀，秦仲业呀，秦仲业，我花了这么多银子来救你，你可得答应我，等你醒了，可千万不能恩将仇报啊！我也不求你能给我什么大富大贵的报答，我就希望你将来跟女主恩爱的时候，能把我当个屁放掉。我许娇娇这辈子没这么低声下气的求过什么人，好不容易求一次，你可别让我打脸啊！等1碗药喂下去之后，秦仲业，我不管啊，我刚才说的那些，你要是不答应，你就起来杀了我；你要是答应，那你就乖乖的躺着，我就给你3个数的时间，3、2、1，好，我就当你答应了啊。说好了，你醒了不能杀我，你要是杀我，你就是小狗。许娇娇，你儿子偷了我儿子的钱，你管不管？这么小的年纪就开始偷鸡摸狗，长大了就是个祸害，还不如现在就打死，免得以后危险乡里。许娇娇，赶紧滚出来！难道你儿子是有娘生没娘养的吗？你胡说，我们没偷钱。到现在了还不说实话，你们要是没偷钱，哪儿来的钱买糖葫芦？我看你们就是死鸭子嘴硬，你们要是再不承认，我就直接报官，把你们3个兔崽子抓起来。我们就是没偷，钱是我娘给的。通过他们的对话，后来的许娇娇也听明白了事情的原委。哎呦，谁不知道许娇娇家里穷啊？男人半死不活的躺了多久了？他家怎么可能会有钱给孩子买零食吃呢？是啊，许娇娇平时对这3个孩子的，咱们都看在眼里，这不是打就是骂。就算是他家有钱，这许娇娇也不可能会给他们呀。我觉得这3个孩子肯定是心里对许娇娇有怨气，所以才不学好。一时间，所有的村民都对着这3个孩子指指点点。你说你怀疑我儿子偷了你儿子的钱，你有证据吗？这还需要什么证据？这是明摆的事实。谁不知道你们家穷的叮当响，去哪儿弄来的钱？也就是说你没有证据了？谁说没有证据了？我儿子就是证据，我儿子壮壮可以证明，是你儿子偷了他的钱。壮壮，你说大宝他们偷了你的钱，那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你去买酱油之前，今天在哪儿见到大宝他们的？就是王阿婆家的那个胡同。从你家出来，去王阿婆家和去买酱油的阿翁家是相反的，你为什么要去那里？我就是想去玩，遇到了大宝他们，然后他们就偷了我的钱。你撒谎！今天大宝他们3个呀，根本没去那里。隔壁赵大婶家的羊羔出生了，他们3个都去看羊羔了。壮壮，要不我们把赵大婶喊来问问？他这话一出，众人瞬间哗然，又把目光转向了六婶和壮壮。壮壮，你老老实实的交代清楚，你的钱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要是不说清楚，我现在就报官，让衙门的人啊来审问你，到时候20大板肯定是少不了的。娘，我错了，是我把钱丢了，不是大宝他们偷的，我怕你骂我，所以撒了谎。娘，我错了。
这就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六婶这会儿没脸了吧？还诬陷人家大宝他们，也不知道多大的脸。嗨，六婶平时诬陷别人的还少了，也就是许娇娇今天护短，要不然大宝三个肯定得挨一顿毒打。听着村民们的议论，六婶的脸上一时之间也挂不住了。看我回去不打死你！打！这种撒欢的小孩就应该使劲打。哎呦，你打孩子有什么用？还不是你呀，天天欺负大宝他们。什么样的娘养什么样的孩子，实在是没脸再待下去，拉着儿子的手灰头土脸的逃走了。许娇娇也没再搭理这些人云亦云的村民，直接把三个孩子拉进门里，顺手关上了大门。三个孩子都红肿着眼睛，胆战心惊的低着头站在许娇娇的面前。你们想吃糖葫芦？娘，我错了，你别打我，我不馋了，我以后再也不吃糖葫芦了，我以后什么都不要了。求求你别打我，我疼！娘，你别打我！娘，我错了，你别打我！求求你别打我，我疼！娘，原主啊原主，你真是坏事做尽，害人不浅啊！娘，你要打就打我吧，别打小宝了，他上次身上被你揍的伤还没好呢。娘，我皮糙肉厚，我不怕疼，你打我吧。许娇娇从自己的空间里掏出了半斤巧克力球，用纸包了一下，放在了二宝伸过来的小手上。你们分了吃了吧。哦，对了，小宝，你吃完后来我房间一趟。说完，许娇娇转身就走了。大哥，二哥，娘要干什么呀？他是不是想把我关在他房间里，锁上门揍我？哥，我害怕。小宝，一会儿我陪你进去，放心，哥会保护你的。大哥，这个黑乎乎的东西可以吃吗？你要让我们吃了它？不能吃，里面肯定下毒了。你们看，这都是黑的。大哥，如果被毒死了，是不是就不用挨打了呀？瞎说什么呢？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让你们死的。我先吃，如果我有事，你们就别吃了，等以后给我报仇。说完后，大宝视死如归的从二宝手中拿起一颗巧克力球，绝望的把老鼠药放进了自己的口中。大哥，大哥！半晌之后，我没死。大哥，你没死啊？大哥，这个好吃吗？还挺好吃的。二宝实在没抵住诱惑，拿起一颗放进了自己的嘴里。好甜啊！好吃。大哥，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，这里面一定不会有毒的。很快，三个孩子就把这小半斤的巧克力球吃光了。桃红，去烧一锅热水，然后再把浴桶搬过来。桃红不敢违抗，赶紧去了。很快，桃红将热水倒进了沐浴桶中。娘，许娇娇走过去，打开门，就看到三个孩子站在门口。娘，这个糖给你吃，你别打我了好不好？娘，你打我吧，我比小宝大，你打起来不过手。娘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没有照顾好两个弟弟，你应该打的人是我。许娇娇的目光一一在三个孩子身上扫过。你们先在门口等着，一会儿就轮到你们了。说完，拉起小宝进了房间。大哥，怎么办呀？小宝会不会被打死？我去山上抓一条毒蛇放进去，毒死他。可是小宝也在里面啊！脱衣服。当小宝脱下衣服后，许娇娇怔住了。只见小宝的背上青紫交加，全都是被细棍子打出来的印子。随即，许娇娇闭了闭眼睛，双手抱起小宝，把他放在了沐浴桶中。小宝整个人呆住了，直到许娇娇都给他搓洗完身体，用毛巾擦头发的时候。娘，许娇娇从空间中拿出了一盒跌打损伤的药，开始给小宝涂抹后背。去床上睡吧。小宝迷迷糊糊中爬上了许娇娇的被窝。桃红，换水。许娇娇吩咐桃红换了一桶干净的水。
随后，许娇娇把二宝也拉进了房间里，如法炮制的也给他洗了个澡。再次洗完一桶水后，陶红的手已经累酸了，可他敢怒不敢言。还愣着干什么呢？快进浴桶，我给你洗澡。我不需要洗澡。许娇娇眯了眯眼睛，她这个女人是不是疯了？大哥，我不要每天洗澡。可是我喜欢洗澡。瞬间，大宝和二宝看向了叛徒小宝。你们不觉得娘最近对我们挺好的吗？我喜欢娘给我洗澡。小宝，你不要高兴得太早。你忘了之前她对我们做的那些事情了吗？这个女人绝对没安什么好心。小宝，我觉得大哥说的对，说不定她出去的时候已经找好了人牙子，人牙子找的主顾喜欢干净的孩子，所以她才对我们这么好，就是要把我们养得白白胖胖干干净净的，然后卖掉。二宝说的对。房间里3个孩子就谁会是第一个被卖走的小孩展开了胆战心惊的讨论。最后他们得出结论，一定不能好好吃饭，也不能好好洗澡。而对这一切，许娇娇都不知道。小姐，你怎么做这么多菜啊？想吃就做了呗。随口敷衍着陶红，许娇娇的蛋花汤已经下锅了。好了，端碗吃饭吧。3个孩子跟饿狼一样盯着厨房里的肉菜。这么快就睡醒了？我们闻到了娘做饭的香味了，被香醒了。行了，赶紧洗手，过来吃饭。3个孩子飞快地跑去了水盆旁，洗了洗手，擦都没擦，就赶紧跑了回来。赶紧趁热吃吧，小心烫烫。娘，这个肉好好吃。那就多吃点儿。小宝，鸡腿有骨头，你多吃点没有骨头的肉。谁知道大宝却将自己碗里的鸡腿夹给了小宝。我是哥哥，你们2个是弟弟，应该你们先吃。望着这兄弟情深的一幕，许娇娇在心里责怪起了那只烧鸡。烧鸡啊烧鸡，你说你怎么就不能长3条腿呢？就在4人快吃完饭的时候，门外忽然传来了一声哀嚎声：“你们先吃，我出去看看。”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哎呦，这壮壮是饿死鬼投胎吗？一整个鸡蛋塞嘴里了，这不被噎住了吧？难为六婶抱着他还能跑这么快，也不知道这赵郎中能不能救他。不过我觉得希望不大。之前不也有个孩子被噎住了，去找赵郎中，但他不也没救回来吗？许娇娇眉头紧皱，赶紧跑了过去，拦住了六婶，伸手就要抢壮壮。你干什么？许娇娇，虽然六婶冤枉了你家孩子，但你也不能用壮壮的命换呀。就是啊，许娇娇，没看出来你还是这么狠毒的怨妇啊，怪不得你丈夫一直不醒呢。我能救壮壮，快把孩子给我，我能救他，赶紧的，要不然他就没命了。也许是这句话吓坏了六婶，她赶紧松了手，把壮壮给了许娇娇。接过来壮壮后，她把壮壮放在地上，背对着自己，然后右腿呈弓步状，让壮壮骑坐在自己的右腿上，左手把壮壮背部往前推，让他处于前倾的状态。紧接着，许娇娇右手握成拳头，大拇指指侧和食指指侧对准了壮壮的剑突与肚脐之间的腹部，然后左手抱住右手拳头并握紧，在心里找准了一个节奏，快速有力地按照内上方的方向冲击着。1、2、3、4、5，从壮壮的口中吐出了一个完整的鸡蛋。好了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！见到这一幕，村民们爆发出了一阵欢呼。娘，哎呦，我的儿啊！六婶上前一把抱住了壮壮。大宝娘，太谢谢你了，谢谢你救了壮壮，大恩大德无以为报。今天不管是谁的孩子，我都会救的。今天太对不住了，都是我没教育好壮壮，希望你能原谅我们。你冤枉的是我的孩子，并非是我。说你真想道歉，去跟我儿子道歉吧。娘，六婶来了。只见院子里，六婶拎着一篮子的鸡蛋，有些拘谨地站在那里。大宝娘，这是我们家老母鸡下的蛋，正好给3个孩子吃。
然后提着壮壮的后脖领，把他从自己的身后拎了出来。哎呀，站直了身子，好好道歉，要不然你今天就在大门口跪着，让村里的人都看看。对不起，我昨天不该冤枉你们，都是我的错。以后有什么好东西，我会分给你们的，求你们原谅我。你们愿不愿意原谅他？大宝抿着嘴，没有说话。那好吧，大宝娘，你是俺壮壮的救命恩人，也就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。以后要是遇到了什么麻烦，需要帮忙的，都可以来找我。没想到啊，六婶看起来凶神恶煞的，还挺懂得知恩图报的。许娇娇知道和邻居搞好关系的重要性，摆摆手，让3个孩子跟壮壮去玩。六婶啊，咱们村里有学堂吗？咱们村儿好像没有学堂，不过谢家倒是有个落榜的穷酸秀才，算是咱们村最有学问的人了。谢家啊，是啊，谢家那个落魄秀才名叫谢希兰，小的时候是个远近闻名的神童，当时厉害着呢。虽然我还没嫁过来，但也知道他的名声，谁都知道他是阳安城谢家的宝贝。六婶缓缓介绍起来谢家这位谢希兰。听完六婶的话后，许娇娇终于想起来这个谢希兰是谁了。在原著中确实有一个叫谢希兰的角色，而且分量还不低，妥妥的男二。一个荒草杂生的破烂小院里，立着一棵歪歪扭扭的枯树，枯树的树皮都被人扒干净了，而枯树下趴着一具骨头架子。我去，不会死了吧？他赶紧把碗放下，冲了上去。谢希兰，谢希兰！终于，在许娇娇持续的呼唤下，清秀少年微微睁开了双眼。我饿。我给你带了白饭，谢希兰，醒醒，吃饭了。多谢，只是不知道你找我有事吗？啊，是这样的，我家3个孩子已经到了读书的年纪，我想问问你，能不能给我儿子上课？让我教你儿子读书？对，我已经打听过了，咱们村上只有你认字，而且还有秀才之名。当然，我不会让你白教的，我会付给你银子，1天5文钱，怎么样？随即，许娇娇好似想起了什么似的，补充道：“哦，对了，我们家还管饭。”闻言，谢希兰一顿，眼眸微微眯了眯。管饭？你放心，绝对管饭。只要你好好教书，有什么想吃的告诉我就行，我会给你做的。这可是未来的状元郎啊，相当于现代高考的全国第1名，这含金量可是足足的。我考虑考虑吧。你好好考虑考虑，我们家就住在村西头，你要是考虑好了，直接过来就行。要是不方便过来，我就天天让我家那3个孩子来你家上课也成。那行，这是5文钱，算是我们家的诚意。许娇娇从袖子里拿出来5文钱，放在了谢希兰的掌心中，脸上露出诚恳的笑容，这才端起碗转身走了。娘，今天中午咱们吃什么呀？吃面吧。好，娘亲做的什么饭我都爱吃。许娇娇从空间里拿出来了3个苹果，拿去跟哥哥们分了吃。午饭呀，还得等一会儿呢，先吃了垫垫肚子。娘，这是什么？小宝呆呆地问道。这是苹果，是一种能吃的食物。小宝的眼前一亮，宝贝似的捧着到了大宝和二宝面前。大宝和二宝也从没见过这种东西，拿来试探地送到嘴边，咬了一口。好甜，真的好甜，好好吃啊，哥哥。3个孩子一边大口咬着苹果，一边露出了新奇的表情，而小宝却转了转眼珠子，看了看手中的苹果，小跑着往厨房去了。娘，你吃？不好吃？不是，很好吃。娘把苹果都给我跟哥哥们吃了，娘就没得吃了，我要跟娘吃一个。他低头，象征性的在小宝的苹果上咬了一小口。谢谢小宝，娘吃过了。见许娇娇咬了一口后，小宝乐得露出了一口小牙，又抱着苹果啃了起来，站在厨房门边看许娇娇忙活。娘，这面好香啊！去叫大宝和二宝来吃饭吧。
小宝飞快起跑去叫2个哥哥来吃饭。很快，3个孩子吃得满头大汗。等3个孩子都吃完了后，陶红那边的药也煎好了。行了，你去吃饭吧。吃完饭后把碗洗了。是。你们3个人过来，提前跟你们打个招呼。我已经给你们请了教书先生，等先生来了后，你们就要开始上课了。我可先说好了，先生来了后，你们谁要是敢对先生不敬，我就要打谁的屁股了。一听到要上课，3个孩子瞬间愣住了。娘，我不想上课，我想陪着你做饭。不行，娘，我们还小呢。那也得学，你们已经落下很多了。3个孩子哭丧着脸，低着头。许娇娇也不再多说什么了，端了药去了东厢房。在许娇娇离开后，大宝带着2个弟弟来到了树荫下。这个女人太可恶了，她一个人打我们还不够，还想再找一个人来打我们。大哥，我不想上课，我不想要教书先生。什么教书先生？一定是他的姘头，他这是要让别的男人登堂入室给我们当爹。这件事情我绝对不答应。可是娘给我们请教书先生也是为了我们好啊，等我们学好了学问，长大后就能去给人家当账房先生了，每天都在数钱。嘿嘿嘿嘿。东厢房里，微风穿堂而过，秦仲业密长而漆黑的睫毛似乎都被轻轻地吹动了几下。这一切发生的是如此的悄无声息。你们3个快来准备一下，娘一会儿要去白香镇赶集，你们3个跟我一起去。娘，你的意思是我们也可以跟着你去赶集？对，你们3个人都去，300两成交。夫人爽快。掌柜的连忙让小二拿来了盒子，把何首乌小心翼翼地放了进来。夫人，今天还抓药吗？抓，还是上次那个药方，这次抓200两的药。得嘞。掌柜的笑眯眯地去抓药了，而目睹了全过程的3个孩子谁都没有说话。不过他们看许娇娇的神色已经在慢慢地变了。抓完药后，许娇娇带着3个孩子去了成衣铺，让他们自己挑选自己喜欢的衣服。夫人，孩子的衣服加上您的，一共10两。许娇娇直接掏出了10两银子，递给了他。出了成衣铺后，许娇娇带着3个孩子在街道上随意地逛着。想要玩具？不是，娘，我们今天已经花了很多银子了，这些玩具又不实用。银子还有剩下的，你们想要什么玩具就各自去挑一份吧。闻言，大宝吃惊地看着他。夫人好，3位小少爷好，我这摊位上的东西可多着嘞。这是拨浪鼓，这是竹蜻蜓，还有这个9连环。这些东西你们3个人一人选一个自己喜欢的。娘，我要这个。娘，我想放风筝。大宝，该你拿你喜欢的了。大宝犹豫了一下，从摊位上的众多玩具中挑选了一个益智的9连环，给一人1串，不许吃到身上去，也不许把自己弄得黏糊糊的。谢谢娘亲。娘亲最好了，娘亲先吃。我不爱吃糖葫芦，你们在门口乖乖等我，不许跑远了。说完后，许娇娇就走进了书肆中。门外3个孩子站在门口，迎着不少来来往往孩子羡慕的目光，咬着糖葫芦。请问，帮我拿几本刚上私塾时要读的书？那读的书可多嘞，四书五经、千字文、百家姓、诗经、论语，这些私塾的先生都会教，不知您要哪一本？那就都拿上来吧。要3份。行。掌柜的直接去给许娇娇拿书去了。忽然，门外传来了小宝和二宝的哭喊声。许娇娇连忙回头看，只见一条半人高的大黑狗把站在门口的大宝扑倒了，并且咬住了大宝的小腿部孙口。那条大黑狗的喉咙里迸发出凶恶的嘶吼声，狗眼通红，显得凶神恶煞。大宝！许娇娇看到这一幕，心里瞬间揪了起来，抓起掌柜的放在门后的扫把冲了上去。滚开！滚开！旁边围观的路人也冲了上来，
帮着许娇娇把那条凶神恶煞的大黑狗打跑了。哎呀，刚才那条黑狗是张家那条得了疯病的狗吧？哎呀，好像是啊。我记得那条狗3天前咬了林家的小孙子，听说昨个晚上林家那个孩子就发病了，是治不好了呀。哎呦，这不是造孽吗？这位夫人，我看你还是早点回去给你儿子准备后事吧。被疯狗咬了，没救了，恕在下也无能为力呀。大夫，您就救救我哥哥吧。孩子，不是我不救啊，实在是因为我没有办法。夫人，不瞒您说，最近咱们这个白象镇上疯狗病横行霸道，许多人家养的狗患了疯狗病后，要么打死埋了，要么不舍得就直接扔出去了，所以就导致这镇上许多得了疯狗病的疯狗乱咬人，已经咬死了许多村民了，不止你孩子一个呀。我这个当大夫的实在是没有办法救啊，只能让他们把人抬回去等死了。这就不用你操心了，麻烦你帮我儿子处理一下伤口。大夫见许娇娇坚持，只好给大宝处理了一下伤口。狂犬，疯狗病的伤口不能包扎。这大夫没想到许娇娇还给他脸色看，当即一甩衣袖去了旁边摆弄草药去了。许娇娇也没搭理他，直接从空间里取出来了2粒消炎药和止痛药，递给了大宝，吃下去。随后许娇娇又从空间里取出来了1瓶狂犬病免疫球蛋白，还有1个注射器，并把碘伏和棉签一起摆好。大宝，等会儿可能有些痛，你能忍住吗？大宝点了点头。注射完毕后，好了，穿好衣服吧，咱们回家。不，多少钱？刚才的一切过程，许娇娇都用身体挡住了大夫的视线，她确定没被人看到。你的银子就不收了，留着给你儿子买棺材吧。刚穿好衣服的大宝吓得一个机灵，你少在这里阴阳怪气。要是我儿子没死，你当如何？要是你儿子7天之内没事，我亲自登门道歉，给你们赔不是。赔不是有什么用？不痛不痒的。要是我儿子没事的话，你就得免费给我抓5副药。5副药就5副药。许娇娇冷哼一声，白了他一眼，抱起大宝道：小宝、二宝，咱们走。回到家后，娘，我可以去看看爹爹吗？床上，秦仲业依旧安静地躺在那里。许娇娇把大宝放在了秦仲业的边上。爹，对不起，我快死了，以后再也保护不了弟弟了。爹，你快醒来吧，要不然你以后就见不到儿子了。爹，你快起来看看儿子吧，儿子长高了。大宝哭得鼻涕眼泪都流出来了，伤心地趴在秦仲业的床上。大宝这，我听说被疯狗咬了，一般都……那是别人，大宝不会有事的。是，大宝一定不会有事的。大宝这个小祸害终于要死了，只要没有了这个小祸害，许娇娇，我看你还怎么说。我不想死，我不想死，救救我！爹，你快醒过来吧，我害怕。放心吧，有我在，你死不了的。二宝，去端碗水来。二宝飞快地跑着，端来了一碗清水。许娇娇从空间里取出来了2粒小儿退烧药和消炎药，把大宝扶起来，慢慢地给他喂了进去。等吃完药后，大宝的状态明显好多了。翌日清晨，许娇娇起得很早，她从空间里拿出来了1块羊肉，切成小块腌制了一下，放在大锅里炖煮了起来。起床了，都日上3竿了还睡。小宝和二宝开始慢吞吞地给自己穿衣服，而大宝因为行动不方便，许娇娇就走过去帮他穿上了外衣。娘，今天吃什么？好香啊，我好像闻到肉味了。今天我们吃羊肉泡馍。羊肉泡馍，有肉吃了。小宝和二宝的眼睛瞬间瞪大，就连大宝都咽了咽口水。
你不能吃，你的饭是面，等你伤口好了再吃。哦，吃饭去了。小宝和二宝穿完鞋袜后，争先恐后的往外跑。站住，先刷牙洗脸，不然不许吃饭。娘，洗脸我知道，刷牙是什么？许娇娇从空间里取出了3个儿童牙刷，还有牙膏，给一人1个，先拿着。接着把牙刷上抹上了牙膏。这个东西啊，叫做牙刷，是刷牙用的。先把嘴巴张开，牙齿闭合，用这个刷子放在牙齿上面来回的刷。看3个孩子都学着自己的动作，慢慢的刷了起来。许娇娇十分满意。这位小公子，您找谁？我找许娇娇。听着外面的动静，许娇娇起身从里面走了出来。来了，赶紧过来，先吃早饭吧。桃红，去给谢公子拿副碗筷来。谢公子，快请进。许娇娇直接过去，推着谢希兰的轮椅来到了厨房。这位就是娘给你们找的教书先生，他叫谢希兰。从今以后，你们要好好的跟他念书，明白了吗？你们好。娘，我昨天跟虎子约好了要去爬树，今天恐怕不能学习了。那娘等下帮你锯了。娘，我还受着伤，没法读书。你伤在腿上，不妨事。娘，我笨，不是读书的料子。就你这小胳膊小腿的，长大了种田都没力气，岂不是要饿死了？你们现在好好读书，等长大了好考取个功名，就不用干体力活了。娘，可我真的不想读书，我有力气，长大了不会挨饿的。这天下比你有力气的人多了，难道你打算一辈子都要种田为生吗？还是说你打算一辈子都在这穷乡僻壤待着？二宝不知道怎么反驳，撅起了小嘴巴。娘知道你们不想上课，但是你们想想，你们现在吃得了读书的苦，等以后你们考取了功名，做了官，就再也不用吃苦了，以后的日子便都是甜的，明白了吗？娘，做了官以后可以天天吃肉吗？自然可以，莫说是肉了，便是山珍海味都可以日日吃。娘，那我想做官了。娘，那我们中午可以吃红烧肉吗？那中午吃红烧肉的话，你们就会乖乖上课了。行，那中午咱们就吃红烧肉。不过今天上午若是谢先生说你们有人不乖，那我们就不吃了。娘，我们一定乖乖跟先生上课。娘，我们一定乖乖的跟先生上课。不好意思啊，让你见笑了。无妨，一会儿在何处上课？不急，先吃饭，一会儿带你过去。看他这副似乎把一切都安排妥当的样子，谢希兰眼眸中闪了闪。我今年17了，不知夫人贵庚？我19。我比你小上2岁，不如以后我就叫你姐姐吧。可以，可是他们这副样子落在旁边的大宝眼中就变成了眉来眼去。大宝从鼻子里哼出了一声，然后重重地把碗蹲在了桌子上。大宝，吃饭时要安静，忘记规矩了。大宝低沉着眉眼，也不搭理许娇娇，直接推着轮椅出了厨房。哎，这孩子。许娇娇跟着大宝走了出去，便见大宝的轮椅似乎是往秦仲业的房间去了。他好像不太喜欢我。他不是，那什么，你先吃吧，我过去看看他。说完后，许娇娇就往秦仲业的东厢房走去。爹，你快醒来吧，那个女人又带回来一个男人，你再不醒来，我和弟弟就管别的男人叫爹了。大宝不要叫别人爹，爹爹，我快要死了，那个男人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他一定会对2个弟弟不好的。爹，对不起，大宝没能看出这个家。许娇娇一进屋，就听到大宝在秦仲业的床前絮絮叨叨了起来，而大宝在听到许娇娇的脚步声后，顿住了声音。石瑞。大宝坐在轮椅上，身体微微一僵，没有回头。娘请先生教你读书，你就这么不满意？大宝转过头，一双大眼睛通红。你总是找陌生男人来咱们家，你明明就是不想要我跟弟弟还有爹爹了。
哎呦，怎么可能呢？谢希兰比我小2岁，我不喜欢比自己小的。你放心，我不会喜欢她的。那你喜欢爹爹吗？当然喜欢啊。那等爹爹醒来后，娘再给我和弟弟们生个小妹妹好不好？娘养你们3个都不容易，你还想让娘再生一个？你想累死娘啊？嘿，有爹啊，到时候爹醒了后，娘就不会那么辛苦了。说到这里，大宝转头看向秦仲业的病床，一本正经道：爹，你快醒来吧，等你醒了，让娘再生个妹妹，咱们一家人好好的过日子。许娇娇走过去拍了拍大宝的肩膀，好了，让你爹好好休息吧，你跟我乖乖去上课，闹脾气也得上课。知道了，娘。许娇娇推着大宝从东厢房里出去，刚来到院子，就看到已经吃过饭的二宝和小宝正在围着谢希兰身边。夫人，大公子可以上课了吗？先生，我们上课吧。所谓课堂，就是一个空房间，许娇娇早就收拾干净了。子曰：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。这句话的意思是……很快，谢希兰开始讲了起来。原本在门口旁听的许娇娇听到她讲的东西，不禁回忆起了上学时背语文的痛苦时光，默默走开了。来到厨房后，许娇娇发现柴火已经没有了，而陶红正在给秦仲业煎药。陶红，没有柴火了，我去砍柴，你看好药。正在煎药的陶红眼珠子转了转，把炭火灭得小了点，然后也急忙地出了门。没过一会儿，陶红又气喘吁吁地跑了回来。不好了，大宝，你娘又……大宝，你娘她又去山上偷人去了。什么？大宝猛地一拍轮椅扶手，眼神可怕的像是要吃人一样。这个女人在哪里？大宝转头对着二宝和小宝道：你们推着我过去。二宝和小宝对视一眼，脸色也好看不起来。我带你们去。陶红连声说着，然后走在前面带路。二宝和小宝推着大宝跟上了他的步伐。谢希兰看着匆匆离去的4个人，饶有兴味地笑了起来。荒山上，妹妹，别不搭理哥哥呀！你要是不想死的话，就滚远点。哎呀，小娘子有脾气啊！他直接伸手去抱许娇娇，许娇娇的火气噌的一下就冒了起来，起身一脚踹在了男人的胸口，冷声骂道：老娘给了你活路，你偏偏不走是吧？男人被踹了个人仰马翻。你别给脸不要脸！我看给脸不要脸的是你。男人彻底懵住了，捂着脸呆呆地站在原地。许娇娇不解气的又是一连5、6个巴掌扇在了男人的脸上。哎呦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！男人被打得蹲在了地上，但许娇娇还没有住手，又是一脚把他给踹在了地上。姑奶奶，别打了，再打就打死了。走，跟我去衙门。女家饶命，我不去衙门，求求你了，别送我去衙门。怎么，敢做不敢当？不，我不去衙门，求你了，我不去衙门，放过我吧，我再也不敢了，求你了，女侠。大宝啊，一会儿你见到之后不要太生气，你娘她一个妇道人家也不容易，她总也得找个靠山不是？就是她这做法实在不对，就算家里再缺银子，也不该这样啊！快点！大宝气得双眼发红，眼见大宝越生气，陶红越高兴。上山下山的路只有一条，所以很快他们就见到了许娇娇。但是在看到眼前的场景后，4个人都沉默了。只见许娇娇手里拿着一根手指粗的树枝，正凶悍的一下一下的抽着被绑在树上的男人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打人了！许娇娇转头就看到陶红带着3个孩子来了。陶红，你来的正好，赶快去报官，我抓了一个采花贼。报官？这家伙忒不要脸，荒山野岭就想对我动手动脚，被我给打了一顿。也不知道他已经祸害了多少良家妇女了，得报官把他抓起来，要不然还不知道有多少人被他祸害呢。小姐，我觉得他应该不是故意的吧？你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我看这位公子似乎不像是坏人啊。不像是坏人，这家伙的行为如此熟练，
指不定用过多少次了。今天也就是遇到了我，若是换做其他人，早就酿成悲剧了。冤枉啊！我真的冤枉，我只想给你问个路而已，我并没有其他的意思。你不要诬陷我，我又不是没见过女人，我何至于在这荒山野岭的非礼你？我冤枉啊！我真的冤枉呀！是啊，小姐，我估计这事他真的是冤枉的。再说了，这种事情毕竟不太好，要是报了官后事情闹大，对你的名声不好啊。这件事情就是告到官府去，我也是被冤枉的。倒是你，我看你以后在村里还怎么抬得起头来。小姐，这件事情要不就这么过去算了，忍一忍。许娇娇慢慢眯起了眼眸，打量着眼前的桃红和男人。今天是先生教课的第一日，此时还未到中午，先生应该还没有放课吧？那你们3个人不好好上课，上山来做什么？我们3个孩子被许娇娇这一问，都心虚地低下了头。看到他们3个人如此反应，许娇娇还有什么不明白的？许娇娇瞥了陶红一眼，眼眸中闪过凉薄，看向那个被自己揍得鼻青脸肿的男人：“你可曾娶妻？”“没有，我未曾娶妻。我家里有个丫鬟，也不曾婚配。你们男未婚，女未嫁，倒也算是般配。你若不嫌弃的话，我就做主把她许配给你了。”“愿意，我愿意。”“小姐，不要啊！我不要嫁给他！小姐，我求你了！”“你真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呢？”“小姐，你怎么了？事情败露了，还想狡辩？”“小姐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”可许娇娇根本不为之所动，甚至还上前解开了绑着那男人的绳子。“谢谢小姐，谢谢小姐。”许娇娇摆了摆手，转身扶住了大宝的轮椅，想带着3个孩子下山。“桃红，你别哭啊，我以后会对你好的，别哭了，再哭我就要心疼了。”男人美滋滋地把美艳的桃红抱在了怀里。“滚开！你给我滚！别碰我，恶心死了！小姐，求求你了，我不想嫁给他这种恶心的人，求你了！”桃红对着许娇娇的方向哭求了起来。“骂，使劲骂，等你嫁过来后看我怎么收拾你。现在你骂得越狠，等你嫁过来后我折磨得你越狠。”桃红被吓得后背发凉，浑身颤抖了起来。“小姐，我什么时候可以上门迎娶新娘子啊？”“择日不如撞日吧，就今天来上门迎娶吧。我既然将她许配给你了，那她就是你的娘子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”“嘿嘿，小姐，我叫刘老三。”“小姐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求你原谅我吧。”“走吧，随我去取卖身契。”“哟，这位公子好，今日是我成婚之日，没有喜糖给公子吃了，嘿嘿嘿，恭喜。”“你身上有多少银子？”“小姐，桃红不愿意嫁。”“小姐。”然而，他的求饶在许娇娇眼中一文不值。刘老三摸遍了全身的口袋，才从口袋的夹缝中摸出了3文钱。“小姐，我这里就这些银子了，可以吗？”“可以。”“真的吗？”许娇娇直接收了那3文钱。“行了，你可以带他走了。”这一幕直接让外面围观的村民看傻眼了。“哎呦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咱也没听说过许娇娇跟桃红闹不和呀，咋3文钱就给卖了呢？”“是啊，我这也奇怪呢，这桃红一直对许娇娇不离不弃的，咋还落到这个下场呢？”“哎，这你们就不知道了吧？这桃红啊，好像跟旁边村里的杜江好上了，所以许娇娇才要清理门户了吧？”“哎呦，这清理门户也不至于把桃红嫁给刘老三吧？好歹主仆一场啊！”“那谁让桃红先败坏门风，水性杨花呢？”“这倒也是。”“嘿嘿，娘子，小姐收了我的彩礼，那你可就是我刘老三明媒正娶的娘子了。走，快跟我回家入洞房去。”在桃红嘶哑的哭求中，刘老三将她扛走了。“抱歉，让谢公子见笑了。”“无妨，只是姐姐你的手受伤了，要不要先去包扎一下？”他闷不吭声地回到自己的房间，坐在床边脚踏上，从空间里取出来了碘伏和棉签，给伤口消毒。没一会儿，他的房门吱呀一声被推开了。“娘亲，我给你涂药吧，我的动作可轻了，娘亲一点都不会痛的。”“一边去！”门外，二宝见小宝进去了这么会儿还没见成效，他也跟着钻了进来。
我要给娘亲涂药。哼，你笨手笨脚的，走开！你才笨手笨脚的，我先来的，这要我给娘亲上药。你先来的，那你也没哄好娘亲啊，娘亲还生气呢。二宝和小宝你一言我一语的互相吵了起来，你们都给我出去！就在这时，大宝催动着轮椅磨磨蹭蹭的从外面进来，小脸蛋上的表情有些别扭。怎么，3个人都要给我来涂药？要不要我把伤口3等分一下，你们一人涂1半？娘亲，我是不是该换药了？许娇娇被闪了一下，不过她并未表现出来。等我的伤口处理好。3个孩子瞬间面面相觑，娘亲是真的生气了呀？谁去哄哄娘亲啊？小宝，你的嘴巴最甜，你快去哄哄娘亲。不行啊，我刚才试过了，可娘亲好像是真生气了，根本不管用。这可怎么办呀？都怪我们误会了娘亲。我已经无计可施了，2位哥哥，你们快想想办法吧。看着2个弟弟在疯狂的互相使眼色，大宝却皱着眉头。正当他陷入纠结的时候，许娇娇已经处理好自己的伤口。二宝、小宝，回去继续跟先生背书吧。是，娘亲，我们这就去。是，娘亲。2个人应了一声，小心翼翼地离开了。给大宝换上药之后，许娇娇又取出来了2片消炎止疼片，递给了大宝。行了，回去上课吧，娘去给你们做红烧肉。对不起，是我错怪你了，我不是故意的。这件事情跟你们没关系，去上课吧。我们下学了，快去洗手，把谢先生叫过来一起吃饭。很快，5个人坐在了饭桌前。谢希兰看着自己面前的那碗酒，微微有些惊讶。大中午的为何要饮酒？今天毕竟有喜事嘛，便当庆祝了。说罢后，许娇娇端起自己面前的酒，冲着谢希兰略一停顿，然后一饮而尽。娘亲，莫要喝得太快。无妨无妨，娘亲是千杯不倒。随即，许娇娇又是一碗绍兴女儿红饮了下去，而这边谢希兰才刚刚饮完最开始的那一碗。再来一碗。我喝不下了。弟弟长得真好看呀，要不要给姐姐做童养妇啊？谢希兰没说话，眨了眨一双湿漉漉的桃花眼。爹爹，你快醒来吧，娘亲要给我们找小爹了。我去给中叶煎药了。先生，你不要看我们娘亲现在很好，你就喜欢上她了。我告诉你，她以前可凶残了，说出来肯定会吓到你的。是啊，娘亲以前可凶了，而且她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打人。先生，你看你细皮嫩肉的，跑也跑不快，力气看着也不大，肯定打不过我娘亲。大宝淡淡的瞥了一眼谢希兰，而且你也不是我们娘亲喜欢的类型，我娘亲喜欢爹爹那种俊美型的，你这种小白脸型的肯定不符合她的口味。我娘亲也就只是与你逢场作戏罢了。先生，你可千万别当真啊。听你们这样说，你们娘亲最近这段日子变化很大。闻言，3个孩子瞬间住了嘴巴不说话了，都用警惕的眼神看着谢希兰。许娇娇，你竟敢把我的桃红给卖了，你是怎么敢的？靠，姑奶奶的银子啊！我告诉你，你嫉妒也没有用了，谁让你以前不乖乖顺着我了？你要是早点学桃红那样听话懂事，不就什么事都没有了？杜江看着许娇娇清丽的面容，神色又缓了缓，露出了一个邪恶的笑意。不过许娇娇，你只要以后乖乖的听话，我就多过来陪陪你，怎么样？20两银子。你说什么？你刚刚踢翻了我给我夫君煎的药，这里面的药材都是上好的佳品，一副药最低20两银子，给钱。许娇娇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不想给钱，不给银子的话，那就报官吧。杜江心中冷笑了一声，他原本就不是什么好人，见许娇娇竟然还想报官，当即抬手给了许娇娇一巴掌。许娇娇，老子告诉你，你赶紧去把桃红给老子招回来，要不然
老子要你好看！许娇娇的拳头硬了起来，这个杜江再一次来挑战了他的底线。怎么，你还不服气？坏人，不许动我娘亲！大宝怒吼一声，就要从轮椅上站起来跟杜江理论，可他的小腿实在太痛了，刚从轮椅上站起来就摔了回去。坏人，赶紧滚出去！你敢打我娘亲，我要打死你！二宝气得双眼通红，扑上来抱住杜江的胳膊就开始咬。兔崽子，滚开！二宝直接被踢飞了出去，撞在了许娇娇刚背回来的柴火上。眼见二宝被打，许娇娇都快气疯了，她赶紧跑过去将二宝抱起来，查看他有没有事。对不起，娘，是儿子没用，儿子保护不了你。杜江，你个庶子小儿，欺男霸女，无恶不作，人人得而诛之。小兔崽子，你在吗？杜江，你猪狗不如，只会欺负女人和孩子，你还有什么本事？你算不算个男人？把这里都给我砸了！他带来的那2个人瞬间开始抓起一切可以拿的东西往地上砸了起来，而杜江则朝着大宝走去。滚开，别碰我的孩子！他拼了全身的力气，一脚踹在了杜江的小腹上。臭娘们儿，你敢踢老子？不想活了，给我打，狠狠的打！我倒要看看这家人的骨头有多硬。是，少爷。那2个人立马转过头来，对着许娇娇的肚子就是一拳。她当时痛得佝偻起了背。娘，不许打我娘亲，放开我娘亲！小兔崽子，你给我老老实实待着吧！砰的一声，又是一记肘击撞在了许娇娇的后背上。她闷哼一声，直接跪倒在地上了。啊！二宝双目猩红，大叫一声冲了过来，他想帮许娇娇扛住拳头，可他还没跑到跟前，就被杜江伸出脚来给绊倒了。二宝结结实实地摔在了地上，手掌在地上擦破了皮。畜生！大宝的牙关都快被咬出血来了，他催动着轮椅冲上来想撞杜江。滚开！3胞胎被杜江掣肘住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许娇娇挨打，而自己却无能为力。娘啊！好了好了，别真把人给打死了。哎呀，少爷，接下来该怎么办？怎么做？继续砸，砸到这个家里没有一点值钱的东西为止。是，少爷。就在此时，一列人马从外面的官道上飞驰而来。哎，这好像是展侍卫吧？展侍卫，你来这里做什么？你认识许娇娇吗？我就是。这个孩子被疯狗咬伤了，听说你有办法医治，还请你帮忙救治一番，在下一定感激不尽。被咬了多久了？2个时辰前。只要在被咬的24小时内接种狂犬疫苗都没有问题。还行，有救。闻言，展其然大大的松了一口气。这小姑娘可是县令的独女。你在干什么？许娇娇转头便看到杜江带着那2个人正偷偷摸摸的想跑。给我站住！在展其然的喝声中，杜江3人瞬间顿住了脚步。哎，娇娇啊，我家里还有点事情，要不然咱们下次再。公子，他带着人把我家砸成了这样，而且还打伤了我和我孩子。现在我们4个人脸上的伤口便是证据，还有我家里的这一地狼藉也都是证据。公子，你能不能帮我把他们3个人给绑起来？我等下要去衙门报官。来啊，把这3个人给我绑起来！霎时间，等候在门外的官差们全都涌了进来，3下5除2便把杜江3人给五花大绑了起来。看着忽然冲进院子的这么多人，许娇娇有些懵。夫人莫怕，在下名叫展其然，是县令大人身旁的侍卫。这位小姑娘正是县令大人的独女。许娇娇了然地点了点头。夫人，待会儿你救完小姐后，我回去后会把这件事情告诉给大人，让他来审批此案的。上告的事情就不用夫人费心了。那就有劳展侍卫了。那里有一口井，你先带着小姐去清洗一下伤口吧，我也需要收拾一下。在下明白。随后，展其然又对自己的手下道：把这院子收拾一下。好了，你们都是娘亲的小男子汉，不许哭了，乖。娘，对不起，是儿子没用。
傻孩子，你们还小，是娘应该保护你们的。等你们长大了，自然有你们保护娘亲的时候。许娇娇从空间里拿出来了一瓶药酒和一瓶碘伏以及棉签，放在了小宝的手中。这个是擦流血的伤口的，这个是擦淤青的。你们先回房间里互相擦一下，娘亲出去办点事情。乖，娘亲很快就回来。三胞胎看着几乎是遍体鳞伤的许娇娇，眼圈更红了。抱歉，谢公子，今天下午家里有些事情，先不用教书了，等明天谢公子再来吧。这是5文钱的学费。谢希兰没有动那5文钱，而是抬起头来看着许娇娇。姐姐，需要我帮你擦伤口吗？多谢好意，不必了，姐姐自己来便可。送走了谢希兰之后，许娇娇将院子的大门关上。夫人，我让人记了一下你的损失，到时候报关会用到，这些他都会原价赔偿的，你放心吧。谢谢，走吧，先进去坐吧。我家境贫寒，让你见笑了。不用借还，倒是我们麻烦你了。在许娇娇坐下后，原本蜷缩在展其然怀里的县令小姐眨巴了眨巴眼睛。没事，让我看看你的伤口。放心。原本往展其然怀里缩的县令小姐慢慢的把自己的手臂伸了出来。真乖，不错，伤口清洗得很干净，有心了。请你医治小姐，不管付出什么代价都可以。放心，她会无事的。让你的人去取一碗清水来。快去取水。这又要跟别的男人跑了。好了，穿上吧。这便好了吗？这几天注意别让他的伤口沾水，也别让他吃葱姜蒜辣以及鱼腥等发物。还有2天之后要来打第2针，6天之后过来打第3针，13天之后过来打第4针，27天之后过来打第5针。许娇娇一边说一边看着展其然。打完第5针之后，小蝶才算是真正的没事了。刚才我说的你都记住了吗？千万不能忘记。遵命，我一定不会忘记的。此时三胞胎已经互相处理完了伤口，听到外面没有什么动静后，从房间里走了出来。快看，娘亲在抱别人的孩子。哼，娘亲都没怎么抱过我，怎么可以抱别的孩子？就是，太过分了。娘亲是不是不打算要我们了？娘亲肯定是不打算要我们了。这个小女孩是不是娘亲在外面生的孩子？所以娘亲才那么喜欢她。难道这个穿官服的人会是我们的小爹？都带着孩子来家里了，还能有其他身份吗？娘亲不要我们了，娘亲又要跟别的男人跑了。不行，我们一定要留住娘亲。旁边看着2宝和小宝争宠的大宝有些无语。娘亲，我手疼。一听这话，许娇娇吓了一跳，赶紧把小蝶递给了展其然，然后将小宝抱进了怀里。小宝，你哪里疼？这里还有那里都疼。娘亲，是很疼的那种疼。人，天色不早了，在下该带着小姐回去了。夫人放心，这个歹人就交给在下了，在下会帮夫人报官的。多谢展侍卫了。夫人，明日便等着在下的消息吧。告辞。说完后，展其然便抱着小蝶出去了。真是个好男人啊。约莫半个时辰后，秦仲业，你的3个孩子被你妻子的姘头给揍了，而且揍得还不轻。你要是个男人，你就早点给我醒过来，这种窝囊气你受得住吗？我告诉你啊，秦仲业，你的3个孩子可都是顶天立地的小男子汉，不管做什么都十分争气。但是你这个当爹的是不是也得争气一下？还是说你连3个半大的孩子都不如？秦仲业，这事儿要是传出去，你还有脸在江湖上立足吗？秦仲业，你就睡吧，你再睡上一段时间，你妻子我就带着你的孩子改嫁了。到时候，你的妻子管别的男人叫丈夫，你的孩子管别的男人叫爹。秦仲业，但凡是个男人都受不了这种窝囊气吧？许娇娇嘀嘀咕咕地说了一大堆，她在这里待的时间也不短了。
捶了捶酸疼的肩膀，端起药碗，起身走了出去。而在许娇娇走出去以后，平躺在床上的俊美男人，浓郁紧密的长睫毛，似乎在微风的吹动下，蓦地动了一下。回到自己的房间后，许娇娇打了一盆清水，给自己清洗了一下，这才躺在了床上。翌日清晨，刚开门，便看到门外围了一圈人，对着大门指指点点的。尤其最中间的一个衣着精致的老头，一见到许娇娇打开了门，老头快走几步冲上前来，指着许娇娇的鼻子就骂了起来：“许娇娇，你这个蛇蝎心肠的女人，怪不得你丈夫昏迷了这么久，就是被你克的。我儿子对你这么好，你竟然叫官差把他抓起来了，果然是最毒妇人心呀！之前你家里都穷得揭不开锅了，还是我儿子给你家里的银子，给您家买了粮食，你不仅不知恩图报，还报官抓了我儿子。许娇娇，你忘恩负义，猪狗不如！你都打算嫁给我儿子了，你还在这里装清高？我告诉你，我儿子都说了，你就是个水性杨花的女人，你这种女人早晚会被浸猪笼，你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！许娇娇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这老头劈头盖脸地骂了一顿。随后她一脸懵地看着老头，问道：“你哪位啊？大清早的在我家门口发什么疯？”你……老头被气得不轻，他捂着胸口破口大骂：“你前脚刚把我儿子送进了大牢里，现在就不认识我了？我告诉你，我儿子是渡江。”哈，原来就是你教出那个没家教的儿子啊！许娇娇嗤笑一声：“你儿子那种货色，还能有人看得上？你要是不把我儿子无罪释放，我就去报官，让官老爷抓了你这个淫妇进猪笼。”许娇娇白了他一眼，对他的话丝毫不畏惧。好啊，那你去报官啊，现在就去，抓紧的。我要是淫妇的话，那你儿子就是奸夫，到时候让他跟我一起进猪笼。反正我无所谓，我贱命一条死就死了。你那个宝贝儿子死了可就太不值了呀！杜天德活了大半辈子了，从未见过许娇娇这般寡廉鲜耻的女人。汤吉被气得翻了白眼。许娇娇，你若是不答应我的条件，我便让你和你的孩子在江谷县混不下去。你放心，我绝对说到做到。许娇娇当时就乐了，你有本事就去大牢里捞你儿子去，吐在我家门口算什么？我是官老爷吗？你让我把你儿子放出来，人家官差就听我的话？咱就说你也一把年纪了，这么点道理还不明白吗？你以为人家衙门大牢是你家开的呀？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你要是真觉得你儿子好啊，你就自己嫁给他行不行？别让他再出来祸祸人了。杜天德根本没机会说话，气得胸口剧烈起伏。忽然一个人大声喊道：“哎，展侍卫来了！”哎呦，展侍卫怎么又来了？瞬间人群作鸟兽散，只留下了最中间的杜天德和许娇娇还在吵。远处展其然骑着高头大马飞奔而来，今天他没有带其他侍从，只有自己一个人。听闻展其然来了，杜天德的表情有些惶恐。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展其然从马背上跳下来，牵着马绳走了过来。展侍卫，这人是杜江的爹，他说……展侍卫啊，我儿子是被冤枉的呀。杜天德伸出双手抓住了展其然的手臂。展侍卫，求你为我儿子做主啊！
我儿子真的是被冤枉的，求求你帮帮我儿子吧！都怪这个女人，都是她勾引我儿子，然后冤枉了他。我儿子一直都是个好孩子呀。许娇娇直接翻了个白眼儿，你儿子比我年龄还大，还是个孩子。展其然直接伸手将杜天德的手背拿下去，义正言辞地说道：你儿子是不是被冤枉的，不是靠你的喊冤来定，而是要靠事实和证据说话。昨天我来这里的时候，正好看到杜江带着下人在这里胡乱打砸，那边的墙角的破烂皮便是你儿子的杰作，人证和物证都摆在这里，你儿子便是想抵赖也没有用。按照大梁朝的法律，要关半年，打50大板。什么？展侍卫，快请进吧，一大清早的让你见笑了。许娇娇笑眯眯的把展其然请进了门内。家里没有什么好茶叶，只能用白水招待你了，见笑。不用茶叶，白水便好。秦夫人不用忙了，先坐吧。不知道展侍卫一大早前来是有什么要事吗？昨日我把这里的事情一一禀报于了县令大人了，大人听完后勃然大怒，当即立案，让我们将杜江收押入大牢。我今天特意来，就是为了跟你说一声，大人十分重视这个案子，按照律法，杜江没有半年是出不来的。谢谢你，展侍卫，若不是你，我们孤儿寡母还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那贼人被关押进去也好，免得他在外面祸害其他人。夫人说的不错，不过在下还有一言，不知夫人愿不愿意听？展侍卫，你算是我的恩人了，有什么话但说无妨。虽然杜江那贼人被关入了大牢，但半年后他便会出狱。以他的性格，到时候必然会对夫人及其家人展开报复。在下希望夫人能够早做打算，避免祸事发生。多谢展侍卫关心，此事我一定会认真考虑，早做打算的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件事情。展其然猛地想起来一般，从自己的怀中掏出了一个钱袋子，双手捧在了许娇娇的面前。展侍卫，这是何意啊？秦夫人，这是在下1年的俸禄，虽然不多，但也是在下的一点心意。你救了小姐的性命，便是救了在下的性命，请务必不要拒绝在下。展其然见许娇娇没有动，原本在下想给夫人买些其他物件以表感谢，但一来在下不知道夫人的喜好，二来在下想着夫人一个弱女子带着3个孩子，还要拉扯支撑整个家，着实辛苦了些。思来想去，唯有银两最为直接，也最为实用，所以还请夫人万万不要推脱。如此，多谢展侍卫了。在下的事情已经办完了，那在下就告辞了。哎，展侍卫，你吃早膳了吗？在下一早便想着来把事情告诉夫人，还未来得及吃饭。许娇娇笑了起来，那正好，你先稍坐片刻，我这就生火做饭。不用了。展侍卫，你给了我这么多银子，我请你吃顿饭总是应该的吧？要不然这银子我拿着可烫手啊。若是展侍卫你不留下吃饭，那这银子我便不要了。那在下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这种老实男人欺负起来还挺好玩的。展侍卫先请坐，饭还需要等一会儿。说着，许娇娇挽起袖子往厨房走去。那什么，在下帮夫人一起吧。看到才到自己胸口的许娇娇，展其然实在是不愿意看到这么一个弱女子生火做饭，于是他开口跟着许娇娇一起进了厨房。见他动作熟练，而且烧出来的柴火没有浓烟，许娇娇惊讶地问道：看来展侍卫经常生火做饭啊？展其然微微轻笑，小的时候在下经常帮娘亲生火做饭，现在即便在衙门中当差，但休沐时依旧会帮娘亲生火。灶台炉中火光熠熠生辉，照应着展其然翩然一笑的俊颜。听他说着和自己娘亲的事情，许娇娇的脸上也露出了温柔的笑意。不知为何，他的心中升起来了一种安逸的感觉。展侍卫，你可曾娶亲？不曾娶妻。不曾啊，这个头得有1.85米吧？
蹲在小小的灶台旁，委屈了那双大长腿了。不仅人长得帅，而且还有肌肉，完全符合穿衣显瘦、脱衣有肉的标准啊！跟秦仲业完全不是一个类型的。展侍卫会喝酒吗？会。我有几壶好酒，等下请展侍卫喝呀。好。这个小白脸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，哪有一大早上来咱们家的？行啊，现在不用叫都能起床了，赶紧洗完脸过来吃饭。今天家里来客人了，娘做了很多好吃的呢。好的，娘亲，我们马上来。在许娇娇面前，小宝瞬间露出了笑脸。等许娇娇转身回了厨房后，小宝对上了两个哥哥谴责的眼神。可是不管怎么样，她都是我们的娘亲啊。你帮我放回去，我先去厨房看着他们。好。二宝最听大宝的话，拿着牙刷回去了。展侍卫，快去洗手吧，我们马上开饭。随后转头对着大宝道：大宝，叫人。展侍卫好。大宝好。看着饭桌上的一桌子好菜，大宝的眉头皱得更紧了。餐桌上，来，展侍卫，多吃点菜，别光吃面。许娇娇不断地往展其然的碗里夹菜，即便是展其然的碗里已经堆成了小山。多谢夫人。展其然长这么大，除了娘亲给自己夹菜，还从来没有其他女人给自己夹过菜。蜜色的俊脸，耳根发烫。许娇娇一看他害羞了，就更来劲儿了，夹菜的频率更高了。展其然强壮的身子逐渐僵硬，坐在桌子旁边观看的三个孩子表情逐渐沉重。完了，这次他们娘亲又盯上了一个小白脸。爹爹，你要是再不行的话，娘亲就要换个人生妹妹了。等吃过早饭后，因为有外人在，许娇娇也不方便用洗碗机，便端着碗筷来到了院子里刷碗。展其然也不好意思吃白食，便跟着许娇娇一起洗碗。有这么一个肌肉帅哥陪着，刷碗都轻松愉快了许多。展侍卫，我想跟你打听点事情。展侍卫，我想跟你打听点事情。你知不知道咱们镇上有哪家人家木工做得好啊？我家里的东西都被砸烂了，得找个木匠重新订一批。夫人，不知道你想要什么样的桌椅板凳？在下早年间做过木工，手艺应该还未生疏，倒是可以帮你做一批。许娇娇眼前猛然一亮，嘿呦，没想到这帅哥还多才多艺的。那就麻烦展侍卫了，我这三个孩子啊，已经开始上课了，总让他们做家里的坏板凳也不好。我想着给他们打3套配套的课桌板凳，不知道展侍卫能不能做啊？没问题。竟然连木工都会，这哥们儿不仅人品好，身材好，竟然还有各种手艺，真是居家旅行必备的优质帅哥呀。不过做木工需要的木材有些特殊，在下看夫人家里似乎没有合适的木材。这样吧，在下先去山上砍一些木头回来，如何？可以是可以。这样吧，展侍卫，我跟你一起去，咱们2个人可以多弄一些木材回来。不了，夫人，砍柴是粗活，不该女子来做。在下皮糙肉厚，这种事情就交给在下去做吧。夫人在家里等着便可。他这样说，许娇娇倒也不好继续毛遂自荐，她遗憾地叹了一口气，声音悠悠的：那就麻烦展侍卫了。洗好碗，展其然微微红着脸出了厨房，飞快骑上马，疾驰而去。许娇娇倚靠在门栏边上，多好的2人相处时光啊，还能借机升温一下感情。这家伙也太不解风情了。当谢希兰催动着轮椅来到秦家后，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幕。许娇娇漫不经心地哼着她不知名的小曲儿，清扫着乱糟糟的院子。今天的她似乎看起来比平日里不太一样。谢公子。许娇娇转头的空档看到了谢希兰，笑着说道：今日来了客人，早膳用得早，便没有等谢公子。不过我都已经给谢公子留出来了，都是旁人没有动过的。多谢。他进了门后，便看到3个孩子蹲在树荫下，跟霜打的茄子一般蔫了吧唧的。先生早上好。先生，
大事不好了。打完招呼后，小宝凑近了谢希兰，低声说道。谢希兰一愣，刚要问3个孩子发生了什么，许娇娇便在厨房里喊道：“谢公子，饭菜已经热好了，先过来吃吧。”听到许娇娇的声音后，3个孩子都缩着脑袋不说话了。谢希兰莫名其妙地看了看他们，催动着轮椅先去吃饭了。吃完饭没多久，谢希兰就带着3个孩子上课了。先生，我们娘亲恐怕真的要给我们收小爹了。谢希兰无语，什么情况？昨天不还好好的吗？1天的功夫，他们就要多个小爹了。先生，是真的，我娘亲看上了展侍卫。说实话，如果是展侍卫当我小爹的话，我倒也没有那么反感，因为我不怎么讨厌他。听了小宝的话后，二宝也沉思了起来，一副小大人的模样。这么算起来，他还救了娘亲和我们。若是娘亲真的看上了展侍卫的话，我也不讨厌。一言未发的大宝皱着眉头，今日竟然并没有反驳2个弟弟的话。你们不喜欢你们自己的爹爹了？大宝托着腮，当然喜欢，谁不喜欢自己的亲爹爹呢？可是先生，谁不喜欢自己的亲爹爹呢？可是先生，喜欢亲爹爹就不能要小爹了吗？二宝摸着下巴道：“我觉得可以，因为我想骑小爹的马。”小宝眼前一亮，我也想，二哥带我一起。二宝点头道：“行，那等会儿小爹回来后，我们就去求他吧。”大宝也想开口说话，可是看了看自己还受伤的腿，终究是把话咽了回去。你们既然不讨厌你们娘亲给你们找小爹，那刚才你们为什么还唉声叹气的？我们只是为自己担心罢了。若是娘亲给我们找了小爹，还会不会疼我们？现在不担心了？谢希兰感觉有点跟不上许娇娇这3个小崽子的脑回路了。我们3个人刚才商量过了，若是展侍卫敢对我们不好，我们就去娘亲面前告状。小宝理所当然的道：“一个是刚认识没几天的男人，一个是从他肚子里出来的孩子，娘亲肯定会相信我们啊。”二宝跟着开口道：“没错，要是娘亲还不相信的话，我们就去给展侍卫的马下药。等他骑上马上差的时候，就会从马背上摔下来，到时候摔的他躺在床上不能动，还不是我们想咋办就咋办。”大宝深以为然的点点头。他若是敢对我们不好，防得了我们一时，防不了我们一世。等以后他老死了，我便将他的尸体拔出来烧成灰，也未尝不可。谢希兰无语了，许娇娇就是这样教孩子的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若是他对我们跟娘亲都好，我们自然也会好好对他。见3个孩子此刻兴致勃勃讨论的样子，谢希兰顿了顿，然后漫不经心地问道：“你们觉得我怎么样？”“什么怎么样？”“我的容貌跟展其然比起来略胜一筹，况且他是一介武夫，我好歹还是个秀才。难道不是我跟你们娘亲比较般配，当你们小爹更合适吗？”“我们娘亲说了，她不喜欢比她小的弟弟。”谢希兰脸上的笑容猛地僵住了。大宝继续道：“而且我们的爹爹已经长得很好看了。”二宝兴致高昂地喊道：“展侍卫可以带我们骑马，先生你可以吗？”谢希兰无语：“你们就是想骑马了吧？”谢希兰轻哼了一声，她刚才不过只是开玩笑想逗一逗3个孩子，没想到却被嫌弃得这么厉害，心中竟生出了几分不甘心。到了中午，展其然还没有回来，不知道娘亲今天又做了什么好吃的，好香啊！先生，我饿了，我们什么时候下学啊？谢希兰面对6只闪着绿光的大眼睛，略有些无语，提醒道：“你们刚吃了桃子。”“可是我们都饿了呀，饿了读书读不进去呀。”“好，不过下午上学时，你们每个人都要把今天上午学的东西背诵一遍与我听。”“没问题。”二宝和大宝也都点了点头。“好，下学。”谢希兰的话音刚落，
二宝和小宝就一溜烟的跑没影了，只有他跟大宝催动着轮椅，慢悠悠的往厨房去。娘亲，我们今天午饭用什么？当他看到桌子上的5碗面和4个摆盘后，娘亲，这是什么面？怎么没有热气？这叫冷面，专门是夏天吃的。快去净手，然后带先生来吃饭。好的，娘亲。天气炎热，井中之水也未必如此凉爽。那是因为你不知道有种东西叫冰箱啊，少年。许娇娇在心里默默地吐槽了一声，然后笑着说道：谢公子这是夸我厨艺好吗？夫人厨艺确实精湛了得。交谈声很快消失了，因为5个人都沉浸在吃饭中，尤其是3个孩子，竟把一整碗的冷面吃完了。吃完饭后，娘亲，你看我的肚子好圆啊！许娇娇忍俊不禁道：你那是吃撑了，快去院子里来回走2圈，切记不要跑动。对了，先去把手洗干净，你看看你们的手上吃了满手的油。知道了，娘亲。小宝便和二宝扶着大宝先去洗手了，然后去了院子里溜达了起来。一会儿他们要睡午觉，我让小宝去我房间睡，谢公子不若在小宝的床上休息一下吧。不必了，谢某不喜欢午睡。许娇娇点了点头，也没有多说什么。好了，先洗把脸，然后该回房间睡午觉了。娘亲。小宝跑了过来，抱住了许娇娇的大腿，仰着头撒娇道：娘亲，你能不能陪我们一起睡啊？娘亲要是陪你们一起睡觉了，谁给你们爹爹煎药呢？那我陪娘亲一起给爹爹煎药。你就算了吧，站起来也就比药壶放在炉子上高那么一点儿。娘亲，我已经很高了，不信我站在那里跟药壶比一下，你看看，我肯定比药壶高的。哎呀，行行行，等睡醒了再去比吧。现在跟我进去睡觉。然后转头冲着二宝和大宝喊道：你们2个人也快过来睡觉了。谢公子，吃2片西瓜解解暑吧。江谷县干旱1年有余，许多地方庄稼尚成活不了，更何况水果之类。相传县城水果已价比天高，谢某实在是没有想到在此处还能吃到西瓜。许娇娇看着他轻笑起来。谢公子，我也提醒你一句，有些事情不该问的就别问。谢公子人中龙凤，想必将来必定飞黄腾达。我与你不过是萍水相逢，谢公子不必思虑过重，安心休养便可。姐姐说笑了，我这样的残废，姐姐是怎么看出来我会飞黄腾达的？姐姐可没有取笑你，因为姐姐会算命，一眼就能看出来弟弟将来绝非池中之物。许娇娇已经吃完了那块西瓜，转身去了小厨房外给秦仲业泡药煎药去了。谢希兰待在原地，望着远去的背影，眼中带着连他也未曾察觉到的深邃。辛苦展侍卫了，来，先喝口水吧。多谢。他接过来碗，一口气将水喝干净。展侍卫，快先坐下来休息一会儿。许娇娇看到堆在院子里的几根树干，不由微微惊讶。好家伙，产其然1下午干的活，砍得上一根电锯了。不急，在下先给你做一张桌子吧。昨日在下见家里的桌子似乎被歹人打断了。不用如此着急。展侍卫用过午饭了吗？中午我给展侍卫留了面条，展侍卫先吃一点垫垫肚子，晚饭很快就做。多谢夫人体贴，不过在下在山上已经吃过干粮了，此刻还不觉饿。说着，展其然冲着许娇娇抱了抱拳，然后直奔木头而去。还是个古板的男人啊！大哥二哥快看，娘亲在看展侍卫啊！二宝的心思根本不在小宝的话上面，只是看着拴在院子里喝水的马，眼馋道：我可以让展侍卫带我骑马吗？大宝皱了皱眉头，表情有些担忧。娘亲和展侍卫这样，恐怕会被别人说闲话的。外面说娘亲闲话的人还少吗？咱们娘亲根本不在乎这些的。小宝也跟着使劲点头。话说回来，这次咱娘亲找的小爹，最起码比上次那个好看吧？大宝的眉头微微舒展了些。这倒也是，看得出来，他们3个人都对展其然的容颜十分的肯定了。夫人，你瞧可还行？
有劳展侍卫了，快来净手吃饭吧。娘，我想骑马。见展其然终于忙完了，早就下了课的二宝连忙跑了过来。今日展侍卫太累了，等改日吧，如何？二宝伸出小手在马鼻子上摸了摸，虽然有些不舍，但还是点点头答应了。其实带他骑一圈也无碍的。展侍卫，你今天已经帮了我们家很多了，若是还让你吃饭都吃不饱，就带着孩子们玩，那其他人怕是要说我苛待衙门官差了。既然夫人如此说了，那在下恭敬不如从命，等吃过饭后再带他们玩。哇，吃完饭就可以骑马了。大宝低头，有些不甘心地看着自己腿上的伤。好了，快来净手，用饭了。谢公子，用饭了。展侍卫，喝酒不骑马，骑马不喝酒，1杯即可，不能再多了。没想到夫人还知道我们衙门的规矩。衙门确实有不得酒后驾马的规矩，但在下酒量好，不碍事。许娇娇一把将酒坛子拿到了一旁。展侍卫可曾听过一句话？什么话？淹死的都是会游泳的。夫人教训的是，在下不喝便是了。酒足饭饱后，娘亲，我们现在可以让展侍卫带我们去骑马了吗？展侍卫看起来不像是喝醉酒的，应该是可以的。那在下便带着3位公子感受一下马背。很快，院子里传来了3个孩子的欢笑声。许娇娇倚靠在厨房门口，笑着看着这一幕。一家5口人的场面，在月光下竟然看起来十分温馨。而谢希兰后退一步，静静地端坐在厨房中，长睫下沉暗的眸光流光飞转。待3个孩子都骑过马后，许娇娇亲自送展其然出门。夫人莫要再送了，在下就此别过，等明日我带小蝶过来。许娇娇点了点头。明日该小蝶打第2针了。顿了顿，许娇娇话锋一转，轻笑着问道：不知道展侍卫可有婚配啊？她定定地望向了许娇娇。展其然心中蓦然漏了一拍般，一时间竟支支吾吾地说不出话来了。展侍卫，回去的路上多加小心，注意安全。许娇娇笑着岔开了话题。展其然红着脸胡乱地点了点头，然后翻身上马，送完展其然回到家后，姐姐送个人而已，出去好久啊。谢公子这是吃醋了吗？我能有吃醋的资格吗？谢公子啊，你这是醉了呀，醉成这副样子，你一个人回家可以吗？不若我送你回去吧。姐姐不必了。让许娇娇一个女人家大晚上送她回去，还要走那么久的夜路回来，实非君子所为。那边趁着月色正亮，早些回去吧。再等一会儿怕是更黑了。谢希兰却未动，轻声喊道：姐姐。许娇娇疑惑地看着谢希兰。中午时你说自己会算命，那请问姐姐，你算过我的命定之人吗？倒是算出来一个，只可惜呀，落花有意，流水无情。女主云舒月注定是男主秦仲业的。后面这句话许娇娇没有说出来，而是想着原著小说里对云舒业的描写，说道：她花容月貌，蕙质兰心，知书达理，你对她是一见钟情，等过个1、2年你们就能遇见了。过个1、2年，这样的我真的能配得上这样好的女子吗？少年啊，你可真是太低估自己了。1、2年之后，你可是权倾朝野的宰相啊！相信姐姐，过个1、2年之后，你什么样的女子都配得上。那便请姐姐再等我1、2年吧。既然姐姐说了，以后她什么样的女子都配得上，那女妖精，她自然也是配得上的。这话许娇娇倒是没有多想，所以许娇娇只是随口应付了2声，便把谢希兰给送了回去。爹爹，娘亲又喜欢上了别的男子了。这个男子跟先前的似乎不太一样，我觉得还挺靠谱的。二宝和小宝也都很满意这个小爹，他帮我们打跑了坏人，还给我们做了桌子。如果你醒过来了，娘亲和展侍卫在一起了，你可千万不要生气。那以后我是不是该喊展侍卫小爹了？他把今天自己的感想说完后，神情也舒畅了不少，催动着轮椅打算离开。刚来到门口，
大宝刚准备关上门，便听到身后床榻之上传来了一阵撕心裂肺的咳嗽声。大宝的身体猛了一顿，然后惊慌失措地回头，便看到床上一直昏迷不醒的秦仲业，苍白的脸上涌现出了一股黑气。他紧紧地闭着双眼，俊美的容颜上带着一丝痛苦，眉头狠狠地皱在了一起，殷红的嘴角处缓缓流出了一丝黑色的污血。娘亲，赵郎中，我夫君情况怎么样？他没事吧？秦公子他脉象紊乱，似乎是气急攻心之兆啊！气急攻心？什么玩意儿？他天天躺着，怎么还气急攻心了呢？秦夫人别怕，我这就写个药方，你明日去药房抓来几副药，让秦公子服下之后，便能缓解症状。秦夫人切勿担心，此时你须得屏息静气，否则关心则乱，秦公子更没人照顾了。那便好，多谢赵郎中了。以现在的情况看，秦公子再喝几副药，估计不日便能醒过来了。秦夫人，恭喜呀！赵郎中，他什么时候醒？这个老朽可说不准，这得看秦公子的造化了。许娇娇差点一口鲜血吐出来，这话说了跟没说一个样啊。赵郎中，劳烦您写药方了。赵郎中比武龙蛇的在纸上写下了药方。这便是药方。多谢赵郎中。许娇娇从自己的怀中掏出来了整整1两银子。赵郎中，这是您的诊金，请笑纳。赵郎中一见是1两银子，慌忙就要推拒。赵郎中，这是应该给的，若是你不收，我下次怎么好意思继续麻烦您呢？如此，多谢夫人了。赵郎中，我送您。娘亲，爹爹会死吗？我们还没跟爹爹说过话呢，爹爹不能死。娘亲，我们想要爹爹，不想让爹爹死。大宝坐在轮椅上，低头默默地抹着眼泪。你们放心，爹爹很快就能好起来了。刚才赵郎中都说了，爹爹过几天就能醒了。真的吗？爹爹要醒了？当然了，赵郎中可是我们村中最厉害的郎中了。你们不相信他的话吗？相信，我们相信赵郎中的话。爹爹一定会很快就醒过来的。好了，你们3个也别在这里傻站着了，快回去睡觉吧。走，娘亲先带你们去睡觉。娘，我们想在这里陪着爹爹。你们明天还要上课，若是在这里陪爹爹，便休息不好了。爹爹和娘亲都不会高兴的。乖，去睡觉吧。爹爹这里呀，有娘亲照顾着呢。说着，许娇娇推着大宝，带着二宝和小宝往他们住的房间去了。将3个孩子哄睡了之后，许娇娇又重新回到了厨房，端来了一盆热水，拿来了毛巾，走进了秦仲业的房间。秦仲业，你到底什么时候醒过来呢？而就在许娇娇转身的刹那，她身后一直安静躺在床上的男人，长睫轻轻地颤抖了几下，然后缓缓而静谧地睁开了双眼。翌日清晨，起床了，太阳晒屁股了，赶紧起床吃饭了。大宝、二宝、小宝，起床吃饭了。知道了，娘亲。展侍卫来了。展侍卫，我还想骑马。展侍卫，你能不能再带着我骑一圈啊？对啊，昨晚才骑了1圈而已。展侍卫，我还想再骑，你就带着我再骑一圈吧。小宝、二宝，展侍卫今天是有要事，你们不要调皮了，快点回来。今日在下带小姐来找夫人打针。许娇娇走过去，摸了摸小蝶的小脸，笑道：“小蝶，伤口还疼吗？”“只有一点点疼了。”“好，来让我看看你的伤口。”许娇娇拆开了小蝶手臂上的纱布，查看了一下伤口。伤口虽然愈合的有点慢，但总算比前天好了不少。这2天小蝶回去后没有吃那些发物吧？在下仔细看着了，没让她吃。那她这2天有没有身体不舒服的地方？有没有发烧？
许娇娇又问。展其然想了一下，又摇头：“没有，除了伤口偶尔疼痛之外，小姐一切照常。”那便好，把小蝶给我吧，我带着她进屋打第2针。展其然对许娇娇十分信任，将小蝶交给了许娇娇。有劳夫人了。许娇娇抱着小蝶回了自己的房间。许娇娇很快打完针，是不是吃了奶糖后一点都不痛了？走，我带你出去。刚从屋子里出来，许娇娇就听到二宝跟展其然炫耀：“阐叔啊，我们一会儿就要跟娘亲去镇上赶集了，镇上的集好热闹啊，你去过没有呀？不仅有糖葫芦，还有糖人，还有卖玩具的呢。”全程展其然一直在旁边配合着二宝炫耀的小心思，没有打断他。二宝，展侍卫，娘亲。夫人，你们要去白象镇吗？如果夫人不嫌弃的话，在下可以送夫人过去。在下的马跑得快，一来一回很方便的。展侍卫，你的一匹马如何带得了3个孩子？若不是你想将县令小姐和大宝他们3人都留在家里，你跟姐姐共骑一马去镇上赶集。抱歉夫人，确实是在下考虑不周了。夫人，在下冒犯了。如果没有其他的吩咐的话，在下就带着小姐先回去了。告辞。娇娇啊，你怎么才回来呀？急死我了。六婶儿，你别着急，有什么话咱们慢慢说。他今天心情不错，还从背篓里拿出来了一包桂花糕，递给了大壮。哎呦，怎么能不着急啊？娇娇啊，你快回去看看吧，你相公醒了。闻言，许娇娇脸上的笑容刹那间僵住了。哎呦，恭喜啊娇娇，你老公醒了之后，你就不用这么辛苦了，以后村子里也不会有那么多闲言碎语了。娇娇啊，六婶现在可羡慕死你了，3个孩子那么听话，又长得这么聪明，相公也醒过来了，以后的日子还不都是好日子呀。六婶拉着许娇娇往秦家走去，一路上高兴地絮絮叨叨。3个孩子在听到爹爹醒来后，并没有立刻往家里跑，而是紧紧地跟在了许娇娇身后。娇娇啊，你是不是高兴坏了，都不会说话了？也是，这可是天大的喜事啊，你们今天一定得好好庆祝一下。不过六婶好心提醒一句，你相公大病初愈，刚刚醒来，有些事情可不宜做啊，你可得当心。不是，六婶，我……好了好了，你赶紧回家吧，六婶就不耽误你们一家人团聚了。六婶笑得合不拢嘴，带着一脸八卦的笑，带着大壮离开了。这，六婶呀，你怕是误会了，我现在躲着秦仲业都来不及，怎么可能跟他做那种事情？娘亲，爹爹醒了，你不高兴吗？没有，娘是太高兴了，有些高兴过头了。爹爹醒了，娘亲肯定会特别高兴的，有爹爹在，以后就没人敢欺负我们了。对，爹爹看到我们长这么大，一定会很高兴的。许娇娇怀着一言难尽的心情回到了自己的小院儿。她一进去就见到了只穿着白色单衣坐在东厢房的门槛上，撑着脸看着前方的秦仲业。许娇娇的脚步一顿，被这男人的姿容射在了原地。四目相对，许娇娇的心跳得越来越快。夫君，你什么时候醒的？我先前带着孩子去镇上给你买了新药，一会儿我把药煎一下端给你。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要不要先回去休息一下？他这双眼眸似乎要把许娇娇看透了一般，一直瞧得许娇娇背后不知不觉冒出了冷汗。爹爹，这一声让秦仲业收回了视线。我刚醒过来不多时，见家里面有人，便想着出来看看，奈何体力不支，便坐在门口休息一会儿，让你们担心了。既然夫君累了，那我扶夫君回去休息吧。太久没出来了，屋里有些闷，我想在这里吹吹风。那我先去做晚饭。然后脚步飞快地背着背篓回了大堂。爹爹，你睡着的时候能听到我跟你说话吗？许娇娇一脸疑惑，慌忙竖起了耳朵。你们与爹爹血浓于水，你们的心意爹爹自然知道。得，相当于啥也没说。娘亲，我饿了。晚饭做好了，先过来吃饭吧。吃饭喽！小宝和二宝
搀扶着秦仲业站了起来。爹爹，娘亲说了，必须要先洗净手才能吃饭，否则要肚子痛的。他说的对。随即4人洗净了手，围坐在了桌前，看着桌上的白菜豆腐、咸菜以及一小盘卤肉的时候，3个孩子微微有些愣住。这为什么爹爹醒了，他们吃的饭反而比平日里简陋了多呢？爹爹在，娘亲在，这是我做梦都在盼着的事情。只要有爹爹和娘亲在，哪怕是吃糠咽菜，我也愿意。爹爹和娘亲不会让我们吃哽咽菜的。少贫嘴，多吃饭。夫君，先把药喝了吧，我去请赵郎中过来，给夫君再诊治一番。秦仲业端过来药碗，闻言对许娇娇露出一个虚弱的微笑。那就麻烦夫人了。一句话2个波折，听得许娇娇又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她搓了搓手臂上，赶紧转身出了门。呀，娇娇，你相公不是醒了吗？你怎么还大晚上出来呀？6婶儿，我去请赵郎中再来给我夫君把把脉。我也有事去找赵郎中，正好咱俩一块儿。6婶直接挽住了许娇娇的手臂，拉着她往赵郎中家的方向走。娇娇啊，你可真是好福气啊！你看你3个儿子本来就听话，从来不让你操心，长得也好看。现在你相公也醒了，以后什么事情都不用你愁了呀。最重要的是，你相公长得这么俊俏，便是他天天什么都不做，你看着他心情也是好的呀。赵郎中趁着夜色来到了秦家。恭喜啊恭喜！秦公子虽然脉象虚浮，但整体稳健有力。昨日秦公子在昏迷之中误打误撞，将毒血都吐了出来，身体已经没有大碍了。今后只要慢慢疗伤，静养即可。多谢郎中。秦公子不必客气，要谢就谢尊夫人吧，是她想尽了办法为你买药疗伤，我不过把了个脉而已。多谢夫人。许娇娇把郎中送走，看着东厢房灯火通明的样子，心情很是凝重。东厢房里，3个孩子围在了秦仲业的床边。爹爹，药苦不苦？我给你拿桂花糕吃好不好？爹爹是大人了，大人怎么会觉得药苦呢？大人也会觉得药苦的。娘亲那里有糖，等娘亲来了，让她给爹爹一块糖吃就可以了。许娇娇走进来的时候，看到的就是这样父慈子孝的一幕。那个时间不早了，你们3个也该回去睡觉了，要不然明天早上起不来。娘亲，我们想多陪一会儿爹爹好不好？是啊，娘亲，爹爹刚醒，我们想陪着爹爹。不行，你们今天可答应我了，带你们去镇上赶集，你们不会耽误功课。明天早上先生一早就来上课，你们打算在被窝里跟先生上课呀？还是说你们要当不信守承诺的孩子？娘亲，我们答应娘亲的一定会做的，我们这就去睡觉。虽然有些不舍得，但3个孩子们还是跟着秦仲业告了别，乖乖的排着队离开了东厢房。记得去刷牙洗漱。知道了，娘亲，我会看着2个弟弟的。3个孩子离开后，床榻上，秦仲业斜倚着床榻，将刚才许娇娇跟3个孩子的相处全都看在了眼中。夫君，夫人客气了，换我的名字就好。换你的名字？那不是女主的专利吗？啊，仲业，那什么，时间不早了，你也该休息了。娇娇，这些年我一直在昏迷当中，你一个人操持着整个家，还要养着3个儿子，辛苦你了。这客套的官话让许娇娇的后背瞬间挺直了起来。不辛苦啊，那你好好休息，我也回去了。说完后，许娇娇近乎落荒而逃般溜回了自己的房间里。翌日清晨，娘，我们今天早上吃什么？先起床去厨房自己看。好。可当他们洗漱完后来到餐桌前时，3个孩子沉默了。只见桌子上只有1人1碗稀粥和1个水煮蛋。娘亲，我想吃鸡腿。月儿，咱们家这么穷，吃不起鸡腿的。听到这话，
坐在一旁慢吞吞喝粥的秦仲业不动声色地瞥了一眼许娇娇，粥烫，你们吃得慢一些。知道了，娘亲。